于飞，张天飞，我找了你15年，终于等到你点头答应嫁给我，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？对不起，我真的累了。 辛苦你了啊！你看这孩子像我吧？像。有这眼睛挺像你的。那是啊，眼睛那么大，真好看。你看鼻子那么高，是呀，好看，你们看，好看，好看。这宝宝以后长大了肯定跟你一样帅。真漂亮，真漂亮。好，真好，真像我啊！这是杜鹃。杜鹃虽美，但在鸟类世界中恶名昭著，因为此鸟并不自己筑巢孵蛋。 而是遍寻其他鸟类巢中和自己蛋相近的，趁母鸟飞离鸟巢时下蛋。呀，都来了。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李月，看什么呢？这么专注。树上有鸟巢，母鸟在孵蛋。这么远都能看得到啊？因为我看到了杜鹃。 它在哪儿徘徊，就说明哪儿有母鸟在孵蛋。我真的很羡慕杜鹃，最起码，它能决定谁做孩子的养父母。如果真的不舍得，就不要把孩子送走了。我一个人，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，怎么可能再带着一个孩子呢？更何况。 孩子也没有爸爸，做这样的决定，我也很痛苦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去问问，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收养这个孩子。平涛啊，到底什么时候能见到女儿啊？ 我昨天都疼得晕过去了，连她长什么样子都没有看见。别心急，医生说了，这婴儿出生第一天呢，都必须要先观察24小时。等明天就可以看了啊。还要等到明天啊？我等不及了，你带我去看嘛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可以啊？你是剖腹产的，万一不小心伤口裂了，我可没办法跟爸交代啊。 叶先生、叶太太，叶太太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护士小姐，你们这病房不是号称全市最高档的吗？怎么连个婴儿保温箱都没有？你现在就去给我拿过来，放在我的床边。我想看我的女儿。这……曼萍啊，将来我们要和孩子相处一辈子，也不急在这一时吧？是啊，叶太太。 您就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吧。快点打开，看看。
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个应该挺贵的吧？当然啦，看把你美的。我说这人怎么这么大方呢？就是哎，护士长，护士长，护士长，你说说，这差不多时间出生的两个孩子，命运怎么就差这么大呀？谁呀？谁呀？哪那么八卦呀？干活了。哎，小陈，我记得曾经有对夫妇说想收养个孩子，咱们有没有他们联络电话呀？有，我给你记在这儿了。给。哎，你们看，这个盒子里面还印有他们夫妻的名字呢，杨曼萍、叶平涛。这叶太太啊是安振集团的千金，你们不知道吧？真的？当然啦，这要不然怎么能住我们顶楼的贵宾房呢？哦，原来这样。哎，别在背后议论别人，赶紧干活了。哎，于小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怎么都睡不着觉。医生早就把药给你开好了，让你需要的时候服用，拿去吧。谢谢，太感谢了。平涛，我怀孕的时候就一直在想，我们的女儿到底会长成什么样？是像你多呢，还是像我多呀？傻瓜，只要是我们的女儿，什么样都好啊！啊？那倒是。曼萍，我来介绍一下，他就是我的未婚夫叶平涛。平涛，这位漂亮的小姐呢，就是我最要好的好朋友杨曼萍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我们坐下聊吧。坐吧。啊。曼萍，我有件事要求你，一定得答应我。有什么事你就说吧，求什么？平涛现在正处于事业的冲刺期，我希望你能给他多提供一些机会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听于月说，叶先生是做纸盒生意的。是啊。我爸的公司最近刚好要进一批鞋盒，不知道叶先生有没有兴趣合作呢？当然有兴趣啊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客气什么？来，我们碰一个吧。我的工作没了，房东也在这个时候让我走，应该都跟你有关系吧？杨曼萍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为了要抢走我的未婚夫，抢走叶平涛，你就要对我赶尽杀绝吗？于月，你听我的劝吧，你配不上平涛。凭你的条件，就算不是我，他也会离开你。可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这一巴掌算是还你了，今后我们两不相欠。这些钱你拿去，我不管你要干什么，总之不许再来纠缠他。你以为叶平涛爱的是你吗？他爱的是你的钱，你别为有钱都卖到一切。
这个披肩是我在法国买的，价格你无法想象。披着它，让我觉得温暖，也感受到别人羡慕的眼光。这跟你刚刚所说的幸福，应该是一样的吧？你说有钱有什么买不到？平涛是不是真心喜欢我，我不在乎。坦白说，凭我的家世，我敢保证他这辈子都不会离开我。至于你说的真心喜欢，要是真有这么了不起，我们两个现在也不会站在这儿。满屏啊，不是说好了吗？这件事我来处理的吗？我们都快结婚了，你还拖拖拉拉的，我能不处理吗？你们快结婚了，叶平涛，你居然瞒着我，一个字都不给我提。现在跟你说也不迟啊。平涛，我们走。平涛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丢下我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没有家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不要丢下我呀！满屏，我求求你，你把平涛还给我吧，你条件那么好，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还要好的人。你看在我们是朋友的份上，我求求你把平涛还给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月，满屏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你快起来，月，快起来啊！月，你别这样子嘛。好了，为了让你死心，我就老实跟你说吧，我已经怀了平涛的孩子，所以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没有爸爸。你就别再痴心妄想，他会回到你的身边了。你们怎么这么对我？你们怎么这么对我呀？你们太过分了！月，太过分了！别这样啊！满屏，你有没有怎样？有没有受伤？跟个泼妇一样。你们非要把我逼上绝路不可吗？你最好就真的死了，这样你才可以投胎到一个好人家，跟我一样，想嫁谁就嫁谁。就会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一点出息都没有。我们走。叶平涛，来了，来了！叶平涛，杨满屏，我恨你们！同志您好，您在这里做什么？这里是不可以随便上来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什么事啊？哦，刚才外面有一个人在这儿东张西望的，我已经请他走了。东张西望？谁呀？哦，也是一名产妇。这里常常有楼下的产妇想上来参观一下，没事的。哦，那就好，麻烦你了。不客气。为什么这样对我？难道求就该死吗？难道穷人就不配有幸福吗？
醒醒，姑娘。哎，醒了，没事了，姑娘，姑娘。为什么救我？为什么不让我死了算了？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别拉着我！姑娘，你不要这样，姑娘。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活着干什么？姑娘，你怎么说你什么都没有了？你有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会把脉，我们附近的媳妇儿怀孕了，都是我把脉把出来的，才到医院去的。你怀孕了？我怀孕了。你掉了河里啊，都没把孩子给摔下来，可见这个孩子多想到这个世上来呀！啊，他呀都4个月了。4个月，不就不能打胎了？于月，来看，这是你女儿，很可爱吧？说真的，当护士这么久，我也很少见这么可爱的小孩子。于月，相信我，等将来这孩子长大了，你为他所做的一切，他都会感激你的。他会吗？一定会的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你的决定是正确的。最好就真的死了，这样你才可以投胎到一个好人家，跟我一样，想嫁谁就嫁谁。就会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一点出息都没有。女儿啊，妈不是怕辛苦，不肯养你，是担心你跟着我一辈子受人歧视。前途无望不说，也嫁不着什么好人家。万一碰到像你爸这样的负心汉，拿你的身世当借口来嫌弃你，到时候你一定会怨我，为什么把你生下。女儿，你一定要快乐幸福。你快乐幸福，才能替妈报仇。就让杨满平为他说过的话后悔一辈子。希望你能知道，妈有多爱你。
们的女儿来啦！来，哎，慢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宝宝，哎呀，宝宝，妈妈可是想了你好几天了啊！哎，可是他怎么一点都不像我啊？真不公平！哎呦呦，你看你看，怎么没有啊？这脾气啊，像你。宝贝儿，爷爷现在在国外呢啊，等他一回来，马上就来看你。云月，要出院了是吗？终于改变主意了，这就对了，总归是自己的亲骨肉嘛。姐，姐，你生了啊？哎呦，我看看，别动，我就看一下，怎么了？别动，他睡着了。哎，长得太好玩了，你别说啊，跟那个新叶的王八蛋还有点像啊。你说够了没有？出去！不是，我就说一下怎么了？我叫你出去，我有话跟护士长说。急什么呀？护士长，我想先待一段时间，要是不行，还得麻烦你帮我问问，看有人愿不愿意收养。坦白说，我已经联络一对夫妻了，他们可都是大学教授啊，年过40了还没有孩子，在电话里他们就一再跟我保证，好好爱他，栽培他。我看就他们吧，我这就去联络他们，啊。护士长，哎，怎么？我想把孩子留在身边，我会看着他长大，看他长得什么样，看他嫁给谁，这将是我下半辈子唯一想做的事。是啊，不管是穷还是富，自己的亲骨肉嘛，总归是待在自己身边的好啊。好，我放心了。我还有点别的事儿，我先去忙了。杨满平，我不可能让你的孩子比我的孩子优秀。你等着看你的亲生女儿，有着跟我一样的命运，穷困潦倒一辈子。姐，你怎么不等我呀？下那么大雨啊！哎，要不你等着，我去叫车吧，好不好？啊！哎哎，小一点，这可是孩子。姐，哎，去哪儿？哎，姐，啊！不是，你刚生完孩子可别淋雨啊！你回来呀！杜鹃将蛋下在别的鸟巢后妃里，亲子间永不再相认。人人责骂杜鹃无情自私，但谁替杜鹃想过她的无奈跟挣扎呢？这又何尝不是杜鹃的母爱？我不后悔，我绝不后悔。阿姨好，阿姨再见。哎，跑慢点，去哪里？阿姨好啊。慢点，小飞，你慢点儿。对不起啊，哥哥。
飞，来帮妈妈干活了。你们要把所有的饭菜都通通吃完，营养均衡呢，身体才会健康。如果谁没有吃完，就要被罚抄作文，听到了没有啊？听到了。那就开始吃吧。李晨啊，你要快点吃，你那么瘦还挑食，蔬菜是最有营养的。报告，王老师好，教务处长您。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吃完，听到了没有啊？听到了。王老师再见。有谁需要帮助呀？我。好，你爱吃什么？我不爱吃青椒。那我帮你吃。5毛。不是说3毛吗？这青椒和别的菜不一样，特别难吃。你要不想掏钱的话，吐出来。好，我就5毛吧。还有谁不爱吃青椒啊？我。好。你不是也不爱吃胡萝卜吗？我一起帮你吃了啊，再加1毛，1毛便宜吧？这青椒可真是难吃呀，怎么嚼着跟嚼蜡烛一样啊？你们谁还有不吃青椒的呀？不要着急，一个一个慢慢来，我先帮你吃。市长阿姨好。辛苦啦。市长好。你好。阿姨好。阿姨好。王阿姨，你看见我妈了没呀？哦，收餐盘呢。哎，于飞啊，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啊？啊，学校有点事儿给耽搁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啊？王阿姨，下次能不能不再煮青椒了？我都快吃20盘了，我真的要吐了。你以为这钱好挣啊？除了你这机灵鬼怪的能想着这点子，啊，中午放学了来我们学校替那些有钱人家孩子吃他们不想吃的菜，好把你那点钱存起来，对不对？他们不爱吃，我爱吃嘛，营养又健康。小飞啊，王姨知道你聪明，咱存的钱可一定得好好读书，将来呢出人头地。我就不相信了，这咱穷人家的孩子就比那富人家的孩子差吗？我一定会的。对了，王姨，你下次改煮番茄吧，有好多同学也不爱吃番茄呢。好，王姨给你煮。什么凉拌番茄啦，番茄炒蛋啦，还有番茄牛肉汤，反正是跟番茄有关的，我都给你煮。总之啊，让你赚个够。好，谢谢王姨。那我帮我妈收餐盘了啊。去吧。真是贴心又可爱的孩子。大大6大大7大大8大大1大大2大大3大大4大大5大大6大大7大大8大大1大大2大大3大大4大大5大大6大大7大大。好，上腿，来。好，来，准备动作放在下面。好，非常好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好，回归原位，很好。5、6、7、8， 1大大，2大大，3大大，4大大，5大大，6大大，抱腿，很好。我的女儿，为了能见你，我特地来到这所小学工作。
看你这么漂亮，这么出色，我知道我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。叶夫人，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我们学校了。最近公司比较忙。哎，奥老师，哎，小林最近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？妈，我帮你推。妈，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儿路太远了，走安静会累的，还容易犯哮喘。我不在您身边，您下次要注意啊。妈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这么晚才来吗？是因为老师他找我谈话了，他说他要推荐我去参加画画比赛。可惜啊，全校只能去1名同学。老师说了，要我好好。别废话了，专心推，赶紧的，上去呀，上去帮我。你怎么来了？妈妈是来邀请校长参加我们安正集团的慈善晚会，顺便问问老师，看你在学校乖不乖。我又不是弟弟，怎么可能不乖呀？叶林同学，他向来乖巧，而且是同学们的模范。现在又代表学校出去参加舞蹈比赛，更是我们全校的光荣啊！真的啊？我的宝贝女儿真厉害，妈妈替你感到骄傲。好了，上课时间快到了，快回教室去吧。妈再见。妈，今天你在家等我，别出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知道了，快去吧。妈再见，王老师再见。再见，去吧，别跑啊，慢点走。您说我画画比赛会不会得奖啊？哎呀，你别那么多话了。哎呀，叶夫人，您没事吧？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这叶夫人可是我们学校的贵宾。对不起，我跟你擦干，我不让哎呀，你干什么啊？别拿这脏东西碰我！真是的，你哪来的呀你？王老师，哎呦，叶夫人，学校管理的不是很严的吗？怎么可以随便让别校的学生进来呢？叶夫人，您误会了。这孩子就是那打菜阿姨的孩子，从小就在我们学校进进出出的，也帮他妈妈做点事，绝对不是您说那什么管理不严的事儿。都说了多少次了，别来学校了，就是不听。你看你现在闯祸了吧？以后别再来了，快回去。这位阿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您不要生气。我妈妈她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在家餐桌也挺重的，我才过来帮我妈妈的。下次我不会了，我会注意的。对不起，您别生气啊。行了行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算了算了，你也是有孝心，下次注意点就是了。谢谢，谢谢您，叶夫人，行，请。对不起。真不知道是怎么当妈的，居然这种事情让孩子出来处理，自己躲在后面。快点，赶紧的，有好多事要做呢。妈，刚好险呀，还好你没有站出来说话。要是他连您都给气上了，告到校长那里，那可就惨了。我是小孩，被骂几句没关系的。别说了，少说点吧。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翔哥，你刚才的表演真是太棒了，观众看了一定会热血沸腾的。接下来拍什么？哦，翔哥，那个楼上我们打斗部分已经拍完了，现在拍您从上面滚下来，然后冲出去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们不可能让你去担这个风险。你瞧，这个替身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来，开机！5、4、3、2，打！
3、2、1，开始！看，太好了，翔哥，到底是翔哥啊！好，我们正式来一遍。好。导演，哎，怎么？我这个不够帅，再来一次好吗？当然可以了。你看翔哥啊，做事就是敬业啊。来，再来一遍。好，各部分准备，我们再来一个。停！你是怎么滚的啊？你是英雄，英雄知道吧？英雄是想你怎么滚的吧？对不起，导演，对不起。能不能快点啊？我一会儿还要去剪彩呢。李想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快点！准备好了吗？5、4、3、2，啊！看，有事没事啊？该起来啊，别装啊！你再耽误我们时间，我扣你工钱啊！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怎么流鼻血了？天气太燥了，最近老是火锅上火，没事。没事，走，一边去。好，翔哥，现在好，出来了，翔哥。好，接下来。停下！我受不了，受不了！不行啊，舅舅，你这都淤青了，我必须得给你推开，你忍着点。停！我本来还能动的，被你这么搞会搞死的。我说你这个小个子哪来那么大力气啊？舅舅，你上次是胸骨碎大石，这次要从楼梯上滚下来，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呢。你怎么拍戏老受伤啊？这样行不行啊？不行，你不懂，哪个大明星不是这么过来的，对不对？等舅舅哪天红了，我就把它写在我的回忆录里。就怕你熬不到那个时候，都多大岁数了，看不清事实。不是你是不是我姐呀？啊，你怎么老给你这个弟弟泼冷水？小心那天我红给你看。这句话我听了最起码10年了，你趁早死了那份当明星的心吧，踏踏实实找份正职，讨个老婆成家，别老跟我这小屋子里挤着。你以为我喜欢在这个冬天冻死、夏天热死的、满屋漏水的房子里待着，还有老鼠蟑螂满地跑？要不是于飞，我跟你说我舅，不要再跟妈吵了。去。要不然我跟你说点开心的事情吧。今天在学校里，老师让我去参加画画比赛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厉害啊？没你妈厉害。要是有什么泼冷水、说风凉话比赛啊，你妈第1名啊！不管你就可爱多了，太讨厌了。姐，你怎么了？快拿药给你妈！于飞，快来！当年就不让你在那个雨里淋着，你就是不听，落下病根了吧？一辈子的病根，一辈子的哮喘，你值不值啊？妈，我扶你起来。你起来，不用你扶。不是，我自己起来就是。没事。不是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他是在帮你，他是孩子，你干嘛冲他发火，拿他撒气呀？就算今天是个阿猫阿狗帮了你，是不是？你也得客气一下，跟人讲个谢谢吧。更何况她是你亲生女儿啊！你看看，给她吓成这样了，你老拉个臭脸，你为什么嘛？你管好自己就行了，别管在我头上。我是他舅舅，我不管谁管。舅，不是说你饿了吗？走，我们去吃面去。吃
什么屎都气饱了。姐，我跟你说，我忍了很久了，今天我真的要把这话跟你说清楚。我不吃，不吃。那我饿了可不可以啊？我没有钱买面，你带我去吃面去。怎么救？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